1971年10月，在波斯帝国的古都废墟波斯波利斯，一场人类现代史上有名的奢华国际派对正在上演。为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，伊朗国王巴列维邀请了全球60多国的王室与元首。他空运了5万只飞鸟，请来巴黎顶级厨师，连帐篷里的水晶灯和香槟都由专机从法国运来。站在居鲁士大帝的陵墓前，他高声宣告：“居鲁士，安息吧，因为我们正清醒着。”此时的巴列维意气风发，感觉自己正像波斯历史上那些伟大君主一样，带领伊朗奔向世界第5强国。然而，仅仅8年之后，这位万王之王仓皇流亡海外，而他的人民正穿着黑袍涌上街头，高举古兰经，迎接一位流亡教士的归来。伊朗的现代悲剧始于一场真诚却傲慢的救国实验。1925年，出身哥萨克骑兵的里萨汗推翻凯加王朝，自立为王，建立了巴列维王朝。他目睹了祖国在英俄夹缝中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，发誓一定要让伊朗站起来。在他看来，波斯之所以积贫积弱，与宗教愚民、教士弄权脱不开干系。他的手段简单粗暴，用铁腕砸碎传统，用西服包裹祖国。老巴列维励精图治，他废除伊斯兰法权，建立现代法庭，关闭经学院，推行世俗教育，修建横贯全伊朗的铁路，组建现代军队。1935年，他将国名从波斯改为伊朗，意为雅利安人的土地，试图切断伊斯兰历史，回归古波斯荣光。这场风暴自上而下席卷，部落首领被镇压，宗教阶层被边缘化。1936年，他下令强制脱袍易帽，女性不得戴头巾，男性必须换上西式礼帽。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精英的精神面貌，但对那些一辈子没出过村，把信仰看得比命还重的底层民众而言，无异于一场文化强奸。许多传统女性把摘头巾视为羞辱，为了不摘头巾，甚至数年不敢出门。1941年，老国王的儿子穆罕默德里萨·巴列维继位，他赶上了中东石油大发现，手握巨资，野心更盛。1963年，他启动了白色革命，这是一场号称没有流血的改革，却比战争更撕裂社会。他推行土地革命，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，赋予女性投票权，派年轻人到乡村扫盲，引入西方资本建设工业。这些进步措施成效立竿见影，德黑兰迅速崛起为中东巴黎，夜店、影院、奢侈品店林立，年轻的大学生们喝着可口可乐，穿着喇叭裤、超短裙走在街头。巴列维时代的统计报表是一条完美的通往天际的斜线，人均收入翻了10倍，寿命显著增长，文盲率降低。可如果你走进德黑兰南郊，你会看到另一组数据：土地革命摧毁了伊朗农村1000年来的经济体系，农民们分到了地，却丢掉了灌溉的水源和买种子的信用。地主阶级消失了，但取而代之的不是富足的农场主，而是拥有小块土地的乞丐。于是数百万人涌入城市，蜷缩在南郊的贫民窟里，既买不起城市的入场券，也回不去荒废的故乡。这是一场制度化的掠夺。国王以发展基金为名，设立多个免税、不受审计的王室基金会，将石油收入源源不断转入私人账户。他自己拥有140辆豪车，全球数十处豪宅。在巴列维看来，他是大国君主，必须有极度尊贵的牌面。在他的潜意识里，王室的奢侈不是浪费，而是一种大国崛起的尊严。1971年那场波斯帝国庆典耗资数十亿，仅人均餐费就达到了2万美元。为了筹办这场活动，甚至动用到了本应用于扶贫的财政资金。巴列维的孪生姐姐阿什拉夫，人称10%公主，任何生意想要在伊朗落地，都得先让她抽上10%，就连美国军火商也不例外。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，天量的石油美金涌入伊朗，但这些钱并没有真正流向底层，而是流向了王室和官僚们的口袋。他们掌控着全国60%的工业命脉，而传统的巴扎商人却生计艰难。经济以2位数的增速狂飙，整个社会却陷入权贵暴富、物价高涨、民众绝望的深渊。就连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感叹，国王的宫廷挥霍无度，与人民的贫困形成可怕对比。更致命的是文化断裂。国王一面高呼伊朗属于未来，一面打压一切传统表达，
禁止宗教节日公开庆祝，强制女性摘头巾，甚至称什叶派教士是中世纪的寄生虫。在他眼中，宗教是现代化的绊脚石。国王没收了大量属于清真寺的土地，他以为切断了教士的财源就能让他们闭嘴，却没想到他亲手把这群安静的地主变成了激进的愤青。过去，教士们有地收租，观点相对温和，现在财路断了，他们开始频频发表极端观点，以吸引底层民众的宗教税捐助。腐败的官府不愿为民众兜底，清真寺的救济粮和教士们的布道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灵魂港湾。于是，一个荒诞的悖论出现了：社会越进步，人民越疏离。上层在香槟中谈论核能，民众在清真寺里祈祷温饱。巴列维父子用2代人的时间，试图把一个古老的民族拉皮整形成欧洲人的样子。他们确实让社会变富了，让城市变美了，却从未问过那些在大街上被强行扯掉头巾的妇女，那些在贫民窟里望着豪车驶过的难民。你们想要什么样的现代化？那场1971年的盛宴，其实是巴列维为自己举办的一场壮丽的葬礼。他站在居鲁士的墓前，以为看到了复兴，却没发现身后那排山倒海、被压抑了半个世纪的波斯怒火，正悄然汇聚到一个沉默的老教士身上。当巴列维父子忙着搞让伊朗再次伟大时，一个名叫霍梅尼的老教士正在库姆的经学院里默默注视着这一切。他出身什叶派圣裔家族，自幼研习神学，40岁便成为什叶派宗教权威大阿亚图拉。但霍梅尼不同于传统教士只谈来世，他从1960年代起就公开批判国王的白色革命，称其用西方毒药腐蚀伊斯兰灵魂。1963年，他在一次布道中怒斥，国王若继续亵渎神圣，终将被人民唾弃。当天夜里，他就被巴列维的秘密警察萨瓦克逮捕。萨瓦克，这个由美国中情局协助建立的恐怖机器，是巴列维王朝的黑暗支柱。他拥有数万名特务，监听电话，拆阅信件，渗透大学与清真寺。译者被半夜带走，有的从此消失，有的在刑讯室里被电击、吊打。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，仅1970年代，萨瓦克每年关押超万人，酷刑致死者不计其数。国王以为用恐惧就能换来顺从，为了维持统治，他把社会中间层的温和派、自由派、左翼领袖全部关进了大牢，或者赶出了国。他觉得这样就没人能挑战他了。然而，当所有世俗的反对出口都被堵死时，清真寺却成了唯一的避难所。结果，萨瓦克每抓走一个学生、一个商人、一个普通教士，就在民间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。而霍梅尼成了这些种子共同指向的精神灯塔。当所有温和的反对派都被赶尽杀绝后，巴列维惊恐地发现，对面只剩下一个他根本无法沟通也无法收买的对手。1964年，霍梅尼因再次抨击王室被驱逐。此后15年，他辗转土耳其、伊拉克、法国。在巴黎郊区一间简陋公寓里，他开启了一场原始的自媒体革命。他录制的一盘又一盘布道录音带被偷偷运回伊朗，在清真寺秘密传听。在这些录音带里，霍梅尼并没有讲什么高深的神学，他只讲3件事：第一，国王是美国的走狗，他在出卖波斯的灵魂；第二，石油钱都被权贵贪了，我要把它发到穷人手里；第三，做回穆斯林，找回你们丢失的尊严。巴列维投入了数亿美金进口先进的电波干扰设备，试图封锁海外广播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火种是顺着这些几美分的廉价磁带，在德黑兰的出租车里，在巴扎的香料摊下，在家庭聚会的餐桌旁，像病毒一样肉传肉、心传心的扩散的。于是，一场奇妙的联盟悄然形成。左翼学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，自由派知识分子呼吁改革放权，巴扎商人痛恨王室垄断经济，农村妇女不满强制摘头巾。他们彼此理念相悖，却都厌恶巴列维的独裁，厌恶萨瓦克的酷刑，厌恶那种被西方文化强行整容的屈辱感。在那个迷茫的节点，霍梅尼给出的不是复杂的经济方案，而是一剂名为身份认同的猛药。他告诉那些在城市贫民窟里挣扎的年轻人，你穷是因为你背离了真主，你苦是因为权贵吸了你的血。于是，整个伊朗社会达成了一场病态的默契。
只要能让那个傲慢的国王滚蛋，哪怕前方是深渊，我们也愿意跟着老教士纵身一跳。而国王对此毫无察觉，他仍活在自己的幻觉里。1977年的巴列维其实已经患上了淋巴癌，但他瞒着所有人。这种生理上的衰弱让他更加依赖萨瓦克提供的过滤后的真相。他坐在皇宫里，看着报纸上御用文人们对他歌功颂德的文字，觉得自己真的是万民敬仰的明君。1977年，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德黑兰，举杯称赞他是中东稳定之锚。情报部门报告说局势完全可控，他甚至计划在1980年代让伊朗拥有核武器，跻身超级大国。但他看不见德黑兰南郊的清真寺里，年轻人正围着一台破录音机，一遍遍播放霍梅尼的录音。当社会秩序只剩下金钱和暴力，当腐败的当权者开始监视人民，崩塌就只是时间问题。到1978年初，整个伊朗像一座不断累积的火药桶，只等一个火星，而那个火星很快就要落下了。1978年1月7日，德黑兰一份御用报纸《消息报》刊登题为《伊朗的黑红殖民主义》的文章，污蔑霍梅尼是披着黑袍的殖民工具，甚至暗示他精神失常。在世俗眼中，这不过是一次常规舆论攻击，但在什叶派心中，这是对宗教权威的亵渎。2天后，库姆神学院学生走上街头抗议，高呼打倒侮辱伊玛目的暴君。萨瓦克开枪镇压，至少6人死亡。按照什叶派传统，死难者亲属将在第40天举行哀悼仪式。巴列维当局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延续1000年的宗教习俗竟成了革命的导火索。2月18日，大不里士民众自发聚集在清真寺纪念殉难者，军警再次开火，数十人丧生。40天后，3月29日，伊斯法罕、设拉子、马什哈德全国10余座城市同步哀悼。每一次哀悼都因新伤亡而叠加愤怒。霍梅尼的录音带源源不断地传入清真寺，不要妥协，不要谈判，血债血偿。他的声音将原本零散的民生诉求升华为正义与邪恶的终极决战。就这样，一场分散抗议被40日周期编织成一张去中心化的全国反抗之网。萨瓦克打死的人越多，40天后的浪潮就越猛。到1978年夏末，伊朗已陷入哀悼、镇压、更大哀悼的死亡螺旋。人们不再只为死者哭泣，而是把每一次葬礼变成向国王宣战的誓师大会。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78年8月。当天，阿巴丹市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讽刺现实的电影，突然大门被锁死，火光冲天，消防车迟迟未至，477人被活活烧死。尽管后来查明，纵火者是穆斯林激进分子，意图清除西方娱乐，但霍梅尼在海外迅速声明，这是国王对人民的屠杀。在那个高压且失去理智的节点，伊朗人早已把巴列维视为残暴的代名词。几十万阿巴丹市民涌上街头，怒吼：烧死我们的不是火，是国王！这把火烧掉了477条生命，更烧尽了巴列维政权最后的一丝公信力。身患癌症、内心日益衰弱的国王陷入恐慌。8月27日，巴列维试图做出让步与切割，他任命新首相，宣布搞民族和解，关闭赌场，释放反对派，废除皇历，改回传统教历。他的善意迎来回应。9月4日开斋节，德黑兰爆发100万人和平游行。面对士兵，示威者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举动，他们将红色康乃馨插进黑洞洞的枪管，年轻人拥抱士兵，高喊：士兵是我们的兄弟。这一幕让巴列维产生致命错觉，他以为局势已经被有效控制，人们将心满意足地回家。但他忘了，在革命狂飙中，统治者的每一寸退让都会被视为虚弱。果然，仅仅3天后，局势彻底变质。9月7日，全城大罢工爆发。霍梅尼的录音带如诅咒般在每条街道回响：不要谈判，不要被国王欺骗。他的让步是虚弱的证明。原本送花的年轻人开始捶打装甲车，齐声怒吼：打倒国王，我们要霍梅尼！巴列维惊恐地发现，他给出的所有糖果都被民众当成了进攻的炮弹。当晚，王宫的内阁会议从下午开到深夜，病重的国王在镇压与退缩间反复摇摆。由于长期独断专行，
他的身边都是一群走狗，官僚系统早已丧失决断力。会议一直开到9月8日凌晨2点，国王终于下定决心，他签署命令，禁止一切集会，违者格杀勿论。命令仓促发布，而第二天正好是周五，伊朗人的法定休息日。早上6点，当广播里传出禁止集会通告时，大部分市民还在睡梦中，而那些狂热的示威者为了占领有利地形，天不亮就往贾勒广场赶去了。一边是带着士兵是兄弟的幻觉，根本没听广播的民众，一边是凌晨刚接到格杀勿论死命令，神经紧绷的士兵。当成千上万的人群在广场与士兵对垒时，没有任何预警，没有高音喇叭的劝散。随着一声令下，机枪扫射的声音撕碎了清真寺的钟声。这一天，官方宣布死亡87人，而民间传闻则是数千人。那把插在枪管里的鲜花被履带彻底碾进了泥土里。巴列维在最后关头玩了一场最糟糕的博弈，他在最该果断时犹豫，在最该沟通时开枪。贾勒广场的血迹彻底封死了温和改革的所有退路。从此以后，伊朗人眼中不再有改革和让步，只剩下2个选项：要么国王死，要么我们亡。那些曾穿着迷你裙、喝着威士忌的德黑兰中产女性开始主动披上黑袍，那些曾在大学里读萨特、听披头士的年轻人开始高举古兰经走上街头。而那个在巴黎郊外耐心等待的老教士知道，通往德黑兰的最后一道闸门已经被巴列维自己亲手炸开。1979年1月16日，大雪封锁了德黑兰。不可一世的万王之王巴列维手里攥着一个装满伊朗泥土的小盒子，满脸泪痕地登上了前往埃及的专机。这位试图将伊朗强行拖进工业文明的君主，发现自己成了这片土地上孤独的异乡人。他还没有意识到，他和父亲亲手开启的那个现代化礼盒即将被一件黑袍长期封印。半个月后，1979年2月1日，霍梅尼乘坐一架法航专机降落在同一个跑道。在飞机起飞前，记者问他：“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，你现在是什么感觉？”霍梅尼面无表情，吐出一个词：“没感觉。”这简短的2个音节，其实已经给那些满怀幻想的年轻人判了死刑。他不是来当总统的，他是来当神的代言人的。凡人的情感、世俗的政治妥协，在他的逻辑里根本不存在。德黑兰疯狂了，几百万底层民众哭喊着涌向街头，甚至有人因为推挤而丧命。而此时的精英们正沉浸在打倒腐败独裁的集体高潮中，在他们的意识里，霍梅尼不过是他们请回来搬走国王这尊大山的神像。他们甚至天真的以为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这位伊朗的甘地自会回到清真寺里诵经养老。但他们很快就发现，自己面对的不是甘地，而是一位冷酷的权力猎手。霍梅尼回国后并没有急于掌权，他任命了留美归来的进步派领袖巴扎尔干为临时首相，站在前台，自己却在暗处布下了另一张网——伊斯兰革命委员会。这套影子权力系统直接绕过了行政系统，渗透到每一条街道、每一个乡村。为了养活这套体系，霍梅尼搞了一个被压迫者基金会。他们直接冲进那些亲王室权贵的公司、酒店和工厂，宣布将其宗教化没收。这已经不是传统的捐献，而是暴力接管。巴扎尔干在首相府苦苦计算着石油出口的汇率，而霍梅尼却坐在清真寺里手握着王室的海量产业。1979年3月，德黑兰的春雪还未化尽，一场决定国运的公投就拉开了帷幕。首相巴扎尔干还抱着一丝幻想，他建议选票上应该有3个选项：君主制、共和国或者伊斯兰共和国。他觉得得给老百姓留一点选择世俗的空间，但霍梅尼冷冷地拒绝了。这位老教士展现出了令人战栗的果决，选票上最终只有一道单选题：你是否赞成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共和国？绿票赞成，红票反对。这是一场道德勒索。在那个狂热的春天，谁敢投红票？投红票意味着你不仅是国王的余孽，还是真主的敌人。最终，官方宣布支持率高达99.3%。霍梅尼用一张选票向全世界证明了，是人民求着我建立神权。1979年5月5日，霍梅尼正式下令成立伊斯兰革命卫队。
这支只效忠于真主和领袖的私人武装，成了他手中锋利的刀。至此，巴扎尔干彻底被架空，他的所有政令甚至传不出首相府的大门。11月4日，德黑兰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。狂热的学生冲入美国使馆，扣押了52名使馆工作人员。这一危险举动在霍梅尼眼里却成了完美的过滤器。巴扎尔干试图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危机，结果被扣上了亲美卖国的帽子。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沦为摆设，愤然辞职，从此消失在权力核心。至此，黑袍彻底压倒了西服，霍梅尼顺水推舟，正式颁布了新宪法，确立了法基赫的监护，精神领袖凌驾于总统、议会、司法之上，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人。现代世俗制度在这一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它像一级火箭，把神权推向了高空，然后被抛弃在大气层外，烧成灰烬。1年后，霍梅尼发起伊斯兰文化变革，大学被关闭3年，数千名不听话的教授被驱逐，教科书被重写。那些在运动中流血牺牲的左翼学生惊恐地发现，自己不仅丢了前途，连学籍都没了。很快，刺眼的画面在德黑兰街头上演。曾经为了抗议国王而主动披上黑袍的现代女性，发现这件曾是抗议工具的衣服，一旦穿上就再也脱不下来了。1980年起，伊朗强制所有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，违者罚款、监禁甚至鞭刑。大学专业设性别配额，女性法官被解职，离婚权被大幅收紧。当年在白色革命中获得投票权的女性，如今连头发都不能自主。霍梅尼解释说，真正的自由是服从神圣律法。历史完成了一个血色的圆环，曾经被巴列维强迫摘头巾而羞愤的祖母们，终于看到了他们的孙女因为不戴头巾而遭到鞭笞。高举古兰经推翻国王的人们渐渐发现，他们赶走了一个穿西装的国王，却迎来了一群穿黑袍的领袖。萨瓦克消失了，但道德警察走上街头，监狱换了名字，但牢房里仍然关满了人。口号从现代化变成伊斯兰化，而权力的逻辑从未改变。1980年，60岁的巴列维在埃及病逝，他的墓碑上写着“万王之王”，但他死的时候，甚至没有一个主权国愿意给他一份正式的护照。9年后，霍梅尼去世，他的陵墓宏大辉煌，墓碑上的尊号是代理伊玛目。他不仅拿走了巴列维的王宫，还拿走了这个民族未来半个世纪的解释权。可历史终将追问，这片土地究竟是属于真主，还是属于那些代理真主的人？而德黑兰街头的女孩们悄悄把头巾往后推了1寸，那是她们对1979年那场魔幻抉择微小而倔强的回答。